哈喽，各位加密货币探险家，我是您探索区块链的好伙伴 Blockchain Corgi。你知道吗？就在短短2周内，加密货币市场接连上演2场震撼全场的暴跌事件，让人再度感受到币圈天堂与地狱只在一瞬之间。2025年4月1日，币圈迎来一次突如其来的震荡。币安 Binance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，大幅调整合约交易规则，将包括 ACT 在内的多个代币杠杆倍数限制为1倍，并同步下修持仓上限。这一变动犹如引信，引爆市场连环平仓潮。ACT 首当其冲，几分钟内暴跌超过50%。根据链上资料，有3位币安 VIP 用户与1位非 VIP 共同抛售超过100万美元的 ACT， 市场瞬间失衡，引发恐慌性连锁卖压。同一波冲击下 ，DXE、DF、Hippo 等多种命币也同步重挫20%至30%，成为流动性薄弱资产的风险警钟。币安对此表示将展开调查，并承诺将强化风控机制。但这场闪崩也再次提醒我们，高杠杆交易虽然诱人，但背后潜藏的风险往往致命。2025年4月13日，另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市场。Mantra 区块链平台的原生代币 OM 在短短1小时内暴跌超过90%，从约6美元惨跌至0.45美元，市值瞬间蒸发超过55亿美元。据联合创办人 John Patrick Mullen 表示，暴跌主因是多家中心化交易所如 Binance、OKX 在流动性低迷的时段内未经提前公告，直接对 OM 仓位执行强平，导致市场陷入连锁性卖压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区块链分析平台 LookOnChain 发现，在暴跌前几日，有多达17个钱包将总计4360万枚 OM 占流通供应的4.5%转入交易所，其中2个地址甚至与 Mantra 的战略投资方 Laser Digital 有关，引发外界对内部人交易的质疑。虽然官方急忙澄清无任何内部抛售，并宣布启动代币销毁计划以重建信任，但这场风波已让社群深感不安。这2起事件再次点出了币圈的核心风险：高杠杆与流动性危机一旦爆发，往往来得又急又猛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最近币圈发生的这2起事件其实并不罕见，在这个市场里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类似的戏码：项目方拉盘、rug pull、跑路诈骗，还有一堆 meme coin 币种一上架就直奔归零。这个市场之所以特别，正是因为它离钱最近，也因此吸引了无数怀有各种目的的人。有些人看似热心，其实最终只想把你扒光吃干抹净。尽管这几年资讯透明度已有明显改善，但币圈本质仍像是一座黑暗森林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我身边很多朋友问我，如果想进入币圈应该怎么投资？我的建议始终如一，从比特币开始，并以小额长期持有的心态进场，先让自己泡在市场中，透过身体与认知去感受这个高波动环境是否真的适合你。等自己有一定体会后，再来考虑是否投入更多或探索波动更剧烈的山寨币。至于我为什么会选择深入研究 Cardano 这个生态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在币圈待得够久，就会发现大约90%的项目都撑不过一次牛熊周期，但 Cardano 却成功穿越了2轮牛熊市，而且始终稳坐前10大加密资产的位置。这本身就证明了它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市场韧性。如果你有投资美股或台股的经验，你会知道指数型 ETF 像是 S&P 500或0050，其实主要都是靠前几大全指股撑起来的。在金融市场中，大者恒大是一个通用的现象。当然，币圈跟传统股市有本质上的差异。如果你用投资股市的思维来操作加密货币，可能会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适应期。话说回来，当你真正进入 Cardano 的社群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凝聚力超强的社群，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某种程度的信仰，而这在币圈里反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元素。更令人惊艳的是， Cardano 是目前最接近全面去中心化的公链之一。它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，而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治理方式。透过投票机制，由所有代币持有人共同决定发展方向。就在不久前， Cardano 还完成了链上宪法与宪章制度的通过，正式进入 Voltaire 伏尔泰时代。这代表整个生态的治理已经完全交由社群决定，实现了由人民治理的区块链。某种程度上，我认为它就是最接近比特币精神的那一条
条链。顺带一提 ，Cardano 也是我认为目前安全性最高的区块链之一。自主网上线至今，2017年9月，从未出现过一次全网停机或重大中断，也没有遭受成功的骇客攻击。在这点上，它甚至胜过许多以高性能为卖点的新兴链。这也是我相信，即使10年后这个生态仍会屹立不摇的原因之一。当然，以上仅为我个人观察与经验分享，并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在币圈，最重要的原则始终是 DYOR，Do your own research， 做足功课，对自己的资产负责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lockchain Corgi， 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，下次见。